但是我对这个红米 Note 15 Pro 的定位呢，就只有一个，要么呢就是给家里的老人买，其实用上去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各方面算是比较好，不会玩什么游戏，日常使用基本上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那另一种呢，就是基本上不会去打游戏，只是用手机来作为一个日常聊天啊、通讯啊这些之类的，这台手机也算是还可以。马上各家旗舰发布之前，这个红米呢又整出来一台手机，红米 Note 15 Pro，一个真正的天元机。那像这种手机，其实我们只需要关注一个点，就是它是个天玑9700。那不知道在这个时间节点，大家会不会选择一个这样定位的手机呢？接下来简单的把这个手机开下箱吧，不知道这个体验上去到底怎么样。那这一视频就来录制一个这台手机完整的开箱视频，它是没有附赠任何配件的。我看有的好像送耳机，但是我这个的话是只有一台手机的盒子。我购买的是白色的8+256GB，先把它给整开。配件的话，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，手机壳一个黑色的。普通硅胶的手机壳，手感很好，但这种手机壳其实我们用上去，如果手感比较多，还是会有沾染，就是那种稍微有点容易脏的。那剩下基本上就没有东西了，一个卡针，还有就是一个说明书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手机本体，这次塑封做的很不一样，有点难拿。它这个塑封就是直接这样袋装的，不是之前那种纸质的了。啊，这是手机的样子，边缘这个倒角有点奇怪啊，等下再去看。下方附带的充电器啊，45瓦，然后 A to C 的数据线，这个我们就不过多去看了，主要来看手机。先把这个进网许可撕掉，看看这个手机完整的外观。这个背部好像非常熟悉，但是我忘了是哪一台手机的，反正做的非常像。然后摸上去的话，很难搓动，这个背板怎么摸上去不像玻璃啊？它有点像塑料。然后简单看一下正面附带了一个原厂的贴膜，但是这个原厂贴膜好像有点歪，上方覆盖的挺好，但是下方它留了一个这么大的空隙。先开机。然后这背部这个摄像头模组有点像华为的那个手机壳戴上去看一眼，效果，这就是这台手机大致的样子。接下来出厂的是澎湃 OS2的系统，那接下来我就把它给激活一下。那现在设置完，然后进入系统了。这个原厂这个保护膜好像有点沾灰，就是好像不太能看出来啊，这样能稍微清楚一点。就我拿到手里还没怎么用，它这个沾灰情况就非常多了，应该不是出厂时候带的啊，这应该是我拿到手里之后额外沾染上这些灰尘。毕竟这两天才发布，基本上现在这个时间段是没有二手货的啊。那这台手机外观方面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啊？我感觉还是挺简约的，但是稍微有一个缺点呢，就是手感方面它不太好。它这个背部不知道是不是玻璃，但是我摸上去是非常不像玻璃的，它非常涩手，这种声音搓动的声音能听得出来，然后质感不是很好，但是边框啊这个质感还算是可以。然后就是这个手机它做了很多倒角，就像是这个镜头模组的部分它就是一个倒角，然后它正面这个边框其实它不是一个圆的，它也是一个倒角，只不过这个弧度做的还算是可以，不会割手，但是的话它是一个这样斜下去的倒角，不是这样圆的过渡到这个屏幕上的。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直面屏的黑边，上方和这个左右两边做的是应该是非常对称的，但是下方还是会稍微粗上一点，依旧不是一个等宽的。在这里从这个R角应该能看得出来，下方会宽上一些，像我这种强迫症可能还是稍微有点难受，不过稍微离远一些可能看着还行。这个手机的尺寸还是比较大，比较适合我这种手大的人来用啊。那现在我把这个亮度拉到最大，这是它在灯光下的一个效果，其实还是非常可以能看得清屏幕的，屏幕亮度方面倒还可以。但是作为一个千元机啊，那这台手机的优势啊或者是性能，其实我觉得它就没有什么了。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吧，它这个电池是非常大的。Note 14 Pro 的话，它是一个5400的，但是这一代它这个电池是7000吧，我记得是，好像是7000。那这个手机定位就非常清楚了啊，续航非常的高。那用上去第一个让我体验不太好的呢，就是它这个手机的震动，它也不是之前那种非常老的震动，但是用上去这震动就是比较拉垮，不知道能不能录出来。稍微有点震手的感觉，有点怪，这个震动，反正体验上去不是很好。然后打开相机来看一下，它这个相机有什么就是阉割的地方吧。然后变焦就是一个0.6，还有1，然后还有一个2倍。如果你再往上去放大，它就是裁切了。然后这个手机看一下，应该是没有微距的，像这种手机基本上不会带微距，有一个 HDR。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动态照片，然后也有水印，哇，随便拍一张，然后可以简单来看一下。这是它水印的样子，红米 Note 15 Pro 看着还可以，只不过相对于徕卡这个格调还是会少一些。然后它这个水印其实选择是非常少的，2个机型水印，但是第2个机型水印它也是有带时间标签的。然后第3个的话，它就是纯时间标签，然后有一个所在位置，它只有这3个水印可以选择。录制视频的话，最高可以支持到 4K 30帧，那如果是1080的话，它这个帧率呢就是最高60帧。但是专业模式它是不支持专业录像的，它只能专业拍照。这个相机还是非常简约的啊，没有什么东西，能看得出来这个文档里面
面，像旗舰机，我记得它是非常多东西的各种功能，但是这个手机就会明显简约很多啊。那这台手机的处理器其实它也就相当于一个骁龙870的处理器。那现在呢，2025年啊，其实如果我个人觉得啊，1000多块钱，如果我们稍微去加那么一点点预算，可能上个2000多块钱，那其实我们能买到一个非常不错的处理器。不知道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选择吗？这个1000多块钱这样配置的一个手机，反正使用上去各方面体验还行。但是我对这个红米 Note 15 Pro 的定位呢，就只有一个，要么呢就是给家里的老人买，其实用上去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各方面算是比较好，不会玩什么游戏，日常使用基本上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那另一种呢，就是基本上不会打游戏，只是用手机来作为一个日常聊天啊、通讯啊这些之类的，这台手机也算是还可以。但如果是我们这种年轻人使用，它这个音质、它这个拍照、它这个震动这方面的体验，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差的啊。外观方面其实做的还可以，然后手感方面也还行。忘了说了，它后方这里也是一个倒角，就是手感方面反正不会有割手，但主要的话就是这个背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做的是。反正不顺滑，这种设计呢只有一个优点，我们不用担心手机太滑，我们这样裸机握持上去啊，说不定它滑掉，这个是不太可能的，因为它这个背板材质背后阻尼真的非常强。那然后新手机我也给它买了一个，就是这个保护膜，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吧，会不会踩坑？但直面屏应该还是比曲面屏会好很多的，所以我只能说曲面屏我唯唯诺诺，直面屏我重拳出击啊。这个保护膜的话买的非常便宜，也就是30块钱吧，2片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保护膜大致什么样子吧。黑边好像做的还挺细的，钢化膜的黑边是可以做到4边等宽的，但是手机不4边等宽就看上去有点难受。但黑边覆盖面积可能会大一些，但是可能会有黑边遮挡，这个我们就要来贴上去来看一下。秒贴合的定位器，它上面已经固定了一张保护膜了，我们直接贴上去，把这个原厂膜给撕下来。把这撕掉之后，这个屏幕明显干净了非常多。那把它给盖上去。它会自动吸附，稍微等一小会儿，有点小气泡。那这个是它目前来说刚刚贴好的样子。那我们把这个气泡先给它排一下，看还会不会有问题。这是贴好之后的效果，应该能看得出来啊，还行，没有问题。虽然贴合中间会出现一点气泡，但是它不会出现那种按压不下去的问题。那刚刚在激活的时候呢，我是在原厂膜上录的指纹，那现在换到这个钢化膜，我们直接来试一下啊。刚刚都还没有去试这个指纹解锁，这个智能卡先把它给关掉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再重新来看一下这个指纹。速度方面应该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你像我这样点按一下，哎，就能解锁。毕竟这个手机直面屏，而且呢不是超声波，所以这个指纹方面大家不需要担心，贴什么保护膜应该都无所谓的。效果的话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，有黑边的钢化膜，覆盖面积就是大，其实你能明显看出来。你看下方这台手机边缘黑边是算得上是比较粗的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遮挡？我觉得和我们最开始开箱的时候呢，它这个黑边是完全没有任何差别的，这是它的一个效果。所以这个直面屏钢化膜看来还是非常不需要踩坑的啊！我这次边买的一款，这个效果应该都能看得出来啊，非常好。然后滑动一下，顺滑度这方面还是得看钢化膜啊。面的屏幕的话，操作上去，它这个指纹沾染其实能看得出来会好很多，肯定是不会像软膜那么脏的。钢化膜这个玻璃可能输层做的会好上一些。那以上的话就是这个红米 Note 15 Pro 一个简单的开箱了。不知道你对于这台手机的评价是什么？无论是从它这个外观，或者是它硬件方面啊，或者它这个价格方面，你觉得这台手机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用呢？那因为我这台手机刚刚拿到手，所以也没有时间给大家做测试。那后面的话，等我体验简单之后，我就来给大家测试一下，就是这台手机它的性能，就玩游戏方面到底怎么样，还有就是它7000毫安时大电池，它这个续航是怎么样的？那其实小米的性能大家都知道，即便是电池大，其实有时候它这个续航也并不一定是那种非常非常好的。所以大家可以等我几天，我做一个详细的测试呢，再来给大家来做一期视频。那么本期视频的话呢，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